这应该就是女儿订婚的酒店了吧？这丫头订婚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，还得我自己来。你个臭送外卖的，骑个电动车也敢跟我保时捷抢车位！你干什么？你没长眼吗？没看见我要停进来啊？这是电动车的停车区域，而且我已经停进来了，是你撞的我。就你这破电动车也叫车啊？我想停哪儿就停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？再说了，我这车可是保时捷，现在被你蹭掉一块漆，就你那2两骨头，赔得起啊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是你撞的我，应该你赔偿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恒泰集团的经理，敢跟我顶嘴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恒泰集团的经理就可以随便打人吗？谁给你的权利？敢跟我顶嘴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恒泰集团的副总林熙然，林总，我是恒泰的经理，今天是专门来参加您的订婚宴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那么长啊？没事儿，刚有个不长眼的外卖员跟我抢车位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集团的这个经理不仅抢了我的车位，还动手打了人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打我妈？林总，我不知道这位是您妈妈，误会都是误会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为什么？林总，我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求您千万不要解雇我。这些钱拿着去给他修车，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了。带走。林总，妈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你这个傻丫头，你结婚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。妈，今天来的都是一些商业人士，我怕你去了不自在，就没跟你说。我看你是觉得我是个外卖员，丢你的脸了？怎么会？我是想着订婚宴结束之后，专门带浩杰去家里拜访您的。妈，我先不跟您说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要上去了。等订婚宴结束之后，我再回家陪您啊。董事长好。董事长好。林总，这是云创集团这个月的营收报告，请您过目。才10个亿。云创集团的产业链遍布全球，分公司更是数不胜数。我把云创交给你，可别给我丢脸了。明白，总裁。您之前吩咐恒泰上市的事儿，我已经交代给陈总了。办得不错。今天是我女儿的订婚宴，是时候告诉她家里的真实情况。这样，你去给她准备一份顶级的嫁妆，还有女婿的见面礼送过来。是，我这就吩咐下去。妈，这衣服林熙然送的吧？看着还不错。哎，他的不就是我儿子的？哪里算他送的？周夫人，你儿子可真是年轻有为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恒泰集团的总裁了。对呀，听说恒泰下个月就要上市了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哎呀，年轻人呀，有点小成绩也是应该的。你儿子不仅事业上风生水起，感情上也十分稳定。听说未婚妻是恒泰的副总，两人都谈了2、3年了。他呀，还不是靠我儿子才当上副总的，就凭他的出身，要不是我儿子喜欢我呀，是1万个不同意。就是，
也不知道我哥看上他什么了。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婆婆，刚才有点事来晚了。有什么事儿比订婚还重要吗？连个时间都不会把握，实在是事发突然。行了，迟到就迟到，找什么理由？今天来的可都是上流人士，别把你那股穷酸劲儿蛋丢我们家的脸。我妈说的对，你能高攀进我们家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静静，我跟你哥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且我也是恒泰的副总，嫁给你哥，应该也不算高攀。以你的家庭情况，能嫁进我家还不算高攀了？啊，听说呀，你妈还是个送外卖的。怎么，女儿订婚，你妈也不来吗？我妈工作太忙了，没空过来。一个臭送外卖的，一天能挣几十万不成？不来正好，免得呀来了丢我们家的脸。我几分钟就能赚几十万，用不了一天。我几分钟就能赚几十万，用不了一天。哪里来的臭送外卖的，在这胡言乱语！来呀，把他赶出去！别，她是我妈。妈，我不是让你先回去吗？女儿订婚，哪有妈妈不来的道理？说出去让人家笑话。哼，林熙然，今天是我儿子的大日子，你妈穿成这样，是存心来给我们丢人的吗？啊，亲家母，我这工作呀刚结束，这为了不耽误吉时，所以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你可别介意啊。怪不得女儿上不了台面，原来有个上不了台面的妈。亲家母，你这话可就过分了。我虽然是个外卖员，但我上不愧天，下不愧地，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？哼，果然穷人不懂规矩。行，你说你是来参加订婚宴的，那总不至于两手空空的来蹭吃蹭喝吧？亲家母，我本来呢想给你准备点珠宝，但是实在是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这挑来挑去也没挑下。这一张呀是我的专属黑卡，你拿去云创珠宝，随便挑些什么。阿姨，说谎也不打草稿，还专属黑卡。我是原创珠宝的 VIP，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专属黑卡。哼，一个臭外卖员哪来的钱买珠宝？现在还弄个假卡来糊弄我。妈，你没有必要为了我拿一张假卡充面子，我真的不需要。这张卡呀，不是一张普通的 VIP 卡，是私人专属，全球只有3张，他们不知道也是正常的。还私人专属呢？我看呀，你是一想正犯了。就是，就算真有这卡，这个臭外卖员他能有吗？云创珠宝是顶级珠宝品牌，连英国皇室都佩戴它的珠宝，你一个外卖员怎么可能买得起啊？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没错，我也是他家的 SVIP，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私人专属黑卡。这外卖员一定是在哪听到过这个牌子，拿张假卡充面子的。拿张假卡在这忽悠人啊！我现在就掰断这张卡，看你以后还怎么欺骗人。这张卡现在可是有钱都买不到，你确定要毁了它？还在装呢？阿姨，你心态可真好呀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能面不改心不跳的说好呀？我看呀，他就是想讹钱。我看呀，他就是想讹钱。哟，哪有剪刀都剪不断的卡？说不定是把家里的门拆了，假做的吧？你居然拿张假卡来糊弄我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来人，把这个满嘴谎话的外卖员给我扔出去！婆婆，再怎么说她也是我妈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把她赶出去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好啊，你这还没嫁进我们家呢，
就敢胳膊肘往外拐，帮着外人说话。对啊，嫂子，你马上就要嫁进我们家了，赶紧和那些穷亲戚啊断干净，不然丢我们的脸啊！婆婆，我妈好不容易把我抚养成人，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让她留下来吧。哼，行，让你妈留下也可以，不过她得向我们道歉。哼。亲家母啊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对，我给你道歉。妈，哼，光口头道歉就行了，未免有点太没诚意了吧？嗯，那你还想怎么样？你不是干的伺候人的工作吗？行啊，刚好我的鞋子有点脏了，你就帮我擦擦吧。婆婆，这婆婆未免也太仗势欺人了吧？怎么说，人家是新娘子的妈妈，怎么能让人家去擦鞋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你不懂，这两家门不当户不对，这新娘子一家呀，只有会拿捏的份儿。哼，刚刚是你说的，要让你妈留下的，我肯给她一个道歉的机会，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你不感激涕零的谢我，反而给我甩脸子，我看这婚呐，你是不想结了吧？对啊，嫂子，我妈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没有把阿姨赶出去，你还敢顶撞我妈？要是我哥知道了，会生气的。我擦！妈，不要！傻丫头，我就你这一个闺女，我就想让你过得好，只要你婚姻顺遂，擦个鞋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。慢着，慢着！哼，光擦鞋可不行，我让你跪着给我擦！这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让长辈跪着擦鞋？他也不怕折寿？是啊，他们家再家大业大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！婆婆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我妈是长辈，怎么有跪着擦鞋的道理啊？好啊你啊！你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顶撞我，这还没嫁进门呢，就来教我做事。等你嫁进门，那岂不是要反了天？你今天这鞋，你妈不擦也得擦！按住他们！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欺负我就算了，还要欺负我女儿！妈，刚才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不珍惜，非得让我使硬手段。你们放开我吧！你要是给我跪着擦鞋，刚才发生的我还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哼！你怎么敢？我怎么不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给我擦鞋，这婚我就不定了。你们放开我吧！住手！住手！松开！然然，浩杰，你终于来了！你们在这闹什么呀？哎呀，儿子，你总算来了！你就不知道你这个媳妇儿刚才她怎么欺负我的？她不仅叫她妈穿个脏兮兮的外卖服过来丢咱们家的脸，还拿张假卡来羞辱我。哥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过分。不是这样的，熙然，你在干什么？都跟你说了，今天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怎么能让你妈跑到这儿来捣乱？浩杰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她是我妈，也是你未来的丈母娘。行，你想让你妈待这儿就待这儿，我也不想因为这种阿猫阿狗的等不及时。女婿，
你这么说话有点过分了。等你拿出了见面礼，再喊我女婿吧。啊！给女婿当然准备了见面礼，只不过需要时间，应该快到了。就你那仨瓜俩枣，揣在口袋里就来了，有什么需要准备的？没钱就没钱，装什么大款？既然新娘妈妈拿不出见面礼，大家都先看看我给我儿子准备的千万彩礼。江城黄金地段的3个店面，成交价3000万，记在我儿子名下，以后赚的钱啊也归我儿子所有。豪华庄园一栋，这个呀也记在我儿子名下，我已经付了首付，以后的月供啊就由欣然来付。限量款跑车，全国呀仅2台，落地价2500万，也记在我儿子名下。哎呀，这个不得了啊！白玉坠，这个呀可是我们家的祖传，专门留给未来儿媳妇的。等儿媳妇生了孩子，我再给她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东西都是你儿子的，我们家女儿还要帮你儿子还贷款，而唯一留给我女儿的白玉吊坠，还要等生了孩子以后再给。你这是把我女儿当成生育机器呀！这房子你女儿也要住，车子你女儿也要坐，还年贷款怎么了？看你那小家子气的样子。就是，你一个臭外卖员，见面礼都给不起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妈？就是呀，亲家母，怎么说，然然也是你唯一的女儿，她结婚，你总不可能1分钱都不拿吧？啊？然然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当然给她准备了最好的嫁妆。妈，那你准备了什么？说出来让大家听一听啊！我给女婿准备了1个亿的见面礼，给我女儿更是准备了100亿的嫁妆。哎呀，什么100亿嫁妆？你一个臭送外卖的，估计送几辈子也攒不下100亿吧？嫂子，怪不得你从来不跟我们提你妈，原来她是有严重的臆想症啊！妈，我说了，你没有必要为了我说谎重面子。然然啊，之前呢，妈妈想让你在普通的家庭里快快乐乐的长大，所以就没有告诉你家里的真实情况。现在你要结婚了，妈妈也没必要瞒着你。妈妈希望你能永远幸福。林总，听说您女儿今天结婚，我派人送了一点贺礼，您别嫌弃。王总，您破费了。哪里，一点心意而已。那您先忙，我不打扰了。够了！什么王总、林总，别在这装了。好好的订婚宴，让你搞得乱七八糟的，赶紧走吧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想要见面礼了？你要是能拿出这么多见面礼，我把整个恒泰集团送给你都可以。恒泰那种小公司，我要它干什么？你个臭外卖员，有什么资格嫌弃我哥公司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的公司呀即将上市，身价自然是水涨船高。你女儿本来就配不上我儿子，现在更是踩着高跷都够不着。你呀，别在这胡搅蛮缠，赶紧走吧。你儿子公司的上市申请提交了7、8年了吧？才刚刚过了初审，离上市还早着呢。更何况这些年如果不是冉冉处处帮衬，恒泰想要上市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熙然，这些都是内部资料，你妈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告诉你妈的？我没有。你还狡辩？像你这种爱在背后嚼舌根的女人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你赶紧带着你的外卖员妈，赶紧滚！你们家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，那这彩礼
不送也罢。你别总在这里说大话，你要真有，拿出来让我们看看，拿出来看看。贺礼到。我操！林总，你需要的东西准备好了，现在要拿出来吗？苏秀泰斗的数首尾大师耗时数年，亲手制作凤冠一套，价值2个亿。我的天呐，2个亿啊！江城顶尖别墅带私人飞机场、私人码头，市估值26亿，使用最顶尖材料和技术，长度超100米，专属私人定制飞机一架，市估值约50亿。云创集团名下6家子公司、债券及股票，总价值超200亿。林总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请问您还有什么要吩咐吗？啊，没事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原来这外卖员真是扮猪吃老虎，一出手就是100亿财力。对呀，看这架势，估计之前那张黑卡也是真的。这婆婆一家现在傻眼吧？之前那么羞辱新娘子和她妈妈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不可能，这些东西一定是假的。一个外卖员怎么可能拿得起这么多嫁妆？这一定是找人演戏，所有东西都是假的。演戏？那你大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验一验，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。那你大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验一验，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。蠢货，怎么跟亲家母说话呢？妈，亲家母，他小孩子家的不懂事，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。浩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跟你丈母娘道歉呐！对，阿姨啊，不，妈，刚刚都是女婿有养无主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以后我一定好好对熙然的，事事顺着她，处处宠着她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哎呀，我呀一直都认为呀，熙然这孩子好，又能干又懂事。我们家浩杰娶到他呀，真是我们家几辈子修来的福。以后啊，我就对他跟亲女儿似的，哦不，比亲女儿还亲。哎呀，我这人性子急，刚说话多有得罪。亲家母啊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呀。对啊，嫂子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气质，妈妈还这么厉害，我以后肯定都向你学习。这一家子变脸可真快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跟唱戏一样。熙然，你快帮我跟妈说说好话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看样子我婆婆和浩杰已经知道错了，要不就再原谅他们一回吧。然然，你从小就是这样，但凡谁跟你说几句好话，你就妥协了。你忘了刚才他们是怎么对咱们的了？如果我刚才没有拿出来那么多的见面礼，咱们就真的要被他们赶出去了。哎呦，亲家母，你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我们刚才就是跟你开了个玩笑，你看你还当真了呢。玩笑？那你这玩笑开的可真够大的。然然，像他们家这种两面三刀、见钱眼开的人，我见多了，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娶你。今天咱们就跟他们家退婚，你放心，妈一定给你找个更好的。熙然，哎，王总，你好，你好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王总，你好，你好。周老弟，听说您跟我们总裁的千金在一起了，还是刚刚总裁吩咐我给你送见面礼，我才知道。你瞒得可真好啊！您说是云创总裁让您送过来的？对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，那个多谢您费心了啊，也替我多谢总裁的厚爱啊。双溪终于跟云创总裁提我了，见面礼都送来了，肯定是总裁认可我女婿的身份。哦，一个臭送外卖的，竟然敢冒领见面礼！啊，儿子，这
怎么回事啊？妈，这个臭送外卖的根本就是误打误撞的冒领了云创总裁的礼物。云创是那个垄断全球大大小小产业链、产业遍布全球的那个云创集团。云创总裁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。听说他从未出席任何商业酒会，连华尔街股神请他吃饭他不去，十分神秘。周总居然获得云创的青睐，看来恒泰的发展必将势如破竹啊！好啊，我说呢，你一个臭送外卖的哪来这么多钱？原来呀，根本就是沾了人家总裁的光，真是厚颜无耻。这些东西就是我送的。你算哪根葱啊？能让王总给你送东西？你刚才自己说了，是云创的总裁送的。是，难不成你要说你是云创总裁？没错，我就是云创总裁。我就是云创总裁。哼，就你呀，还云创集团的总裁，世界首富，简直是异想天开，白日做梦。哼，你这个谎话连篇的女人，不仅拿假卡冒领见面礼，现在还说自己是世界首富。你这种人教出来的女儿，我们呀还真不敢娶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女儿想嫁进我们家，必须跟我们签一个婚前协议，否则一身的臭毛病，我们家还真不敢娶。嘿嘿，对，如果熙然跟我签个婚前协议，并把公司的股份自愿转给我，那刚刚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咱们订婚的事情我也可以再考虑考虑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这些股份都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，你凭什么要啊？要不是靠着我的关系，就凭你也能坐到今天的位置。你今天要是不把股份转给我，我不仅要跟你退婚，还要在整个行业里封杀你。谁敢封杀我女儿，我就让她在江城活不下去。就凭你一个臭送外卖的，还妄想跟我作对。如果今天我就是不把股份转让给你，你就真的要跟我退婚吗？熙然，你本就是一个无貌无才、了然无趣的女人，根本就配不上我。但是看在你孝顺我妈的份上，把股份转给我，然后在家相夫教子，我还勉强可以考虑跟你结婚。我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原来你就是这样想我的。我以为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，没想到是我自作多情。熙然，你的家庭条件本就配不上我，而且你妈只是一个臭送外卖的而已。你居然敢打我儿子！打了就打了，怎么还要算日子不成？我儿子说的哪里有问题？女人不就应该安分守己的在家待着，哪能天天抛头露脸？再说了，我们不嫌你们家条件，给你女儿一个嫁进来的机会，你不但不敢接，还打我儿子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就是林熙然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要不是我哥，你能混到现在？我进入集团以来，从来没有靠过你哥一分一毫。现在，你们还想让我把股份转让出去，还想让我在家相夫教子当保姆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熙然，你以前不是这样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这么物质，不可理喻！不可理喻的人是你们！我刚刚就说过了，像你们这种势利眼、墙头草，根本就不配娶我的女儿。今天不是你们家要退婚，
是我们要退婚。走。慢着，哼，想走，想得美！想不想退婚，不是你们说了算。我女儿能不能退婚，我说了不算。啊！哎呀，因为啊，你女儿已经怀上我们周家的孩子了。你女儿已经怀上我们周家的孩子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妈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你怎么会把他拿到这儿来？这从你房间发现的呀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？她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现在呀，只有我们拿捏她的份儿。别说是股权，就算是让她从公司辞职，她也只能乖乖听话。妈，你别说了。你说，这个是在周浩杰的房间发现的？当然。妈，闭嘴呀！怎么了，儿子？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周浩杰，难道你就没有告诉你妈？你根本就没有碰过我吗？什么？所以说这个未婚夫早就出轨了，连孩子都有了。是啊，那刚刚还那么理直气壮的威胁他未婚妻，真不要脸。儿子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哎呀妈！哎呀，周浩杰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女儿吗？这孩子是谁的？谁的？对，我是出轨了。我出轨的对象是云创集团的千金林双熙。我出轨的对象是云创集团的千金林双熙。不可能！儿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刚刚云创总裁专门派人来送见面礼，就是承认了我女婿的身份。是听说过云创总裁有一个女儿，不过从来没有人证实过这条消息的真假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她。我看呀，80%是真的，要不然总裁为什么给他送这么多见面礼？听见了没，臭外卖员？我们马上就要和云创的总裁结成亲家了，你赶紧带着你的女儿滚，别在这里招摇撞骗。你刚才说，你的小情人是云创集团总裁的女儿？没错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还有个女儿叫林双熙啊。你说大话说上瘾了，在这装腔作势。等我和双熙结婚了，第一个就把你这个冒充云创总裁的臭外卖员拉入黑名单，赶出江城去。我看呀，你这个臭外卖员真是病得不轻，趁早去精神病院看看。你要是看不起病，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，在医院留个床位，就当日行一善了。我就是云创的总裁，而且我只有熙然一个女儿。至于什么林双熙，我不认识。我看谁在这大言不惭，敢冒充我妈！我看谁在这大言不惭，敢冒充我妈！双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一直没回消息，怕出事儿，就想来看看你。今天太忙了，没顾得上看手机，我的错。这位就是云创总裁的千金吧？真是又漂亮又有气质呀！哦，我是浩杰的妈，你未来的婆婆。我是他妹妹。这就是云创总裁的女儿，果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可不是嘛，她身上这衣服一看就是出自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之手，能穿上她设计的衣服，那必然是顶尖富豪。你们两个人既然早都在一起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订婚？当然是因为你蠢了。你说什么？
双溪说的没错，要不是因为你手里有恒泰15%的股份，我怎么可能会跟你订婚？你，周浩杰，我们2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居然还比不上区区一点股份。我和你哪有什么感情啊？我从始至终喜欢的都是双溪。恒泰现在马上就要上市了，公司的股票也是稳步上升。董事会的那些老家伙竟然想要推翻我，让你当总裁，想都不要想。恒泰是我儿子一手创办的，就凭你也想抢走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周浩杰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抢恒泰总裁的位置，但是现在我必不可能把股权转让给你。你给脸不要脸了是吧？你最好乖乖的把股份交出来，否则我让你在江城活不下去。你敢打我女儿？你敢打我女儿？妈没事。一个臭送外卖的还想打我妈？打你，我嫌手脏。就你们这种想靠着嫁入豪门一飞冲天的野鸡，我可见得多了。我劝你们呀，乖乖听话，不要不识抬举。就你们这种小门小户，算什么豪门？你这个穷酸外卖员，装大款装上瘾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媳妇儿呀是云创总裁的千金，等我跟总裁结成了亲家，就把你和你的女儿彻底赶出江城。就你们这种有眼无珠的人，在路边随便捡个阿猫阿狗就当宝贝一样供着，还妄想跟我当亲家，你做梦！哎，你这个冒牌货，真是病得不轻，还在这装腔作势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哎，阿姨，哼，你说你是云创总裁？没错。算什么东西，还敢冒充我妈？你有钱就可以随便打人吗？打你妈怎么了？你我也照样打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在外面打着我的名号招摇撞骗，还敢打我女儿？你就真的不怕我扯了你这张虎皮吗？你个臭送外卖的还在这大言不惭，我看是该给你点教训。来人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冒充我妈，我很不高兴。不如你跪下来给我道歉怎么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妄想我给你道歉？做梦！我没有在和你开玩笑。妈，周浩杰，你不想要股份了吗？慢着！浩杰，你干什么？双喜，我现在确实需要他手里的股份，不然我没有办法做完恒泰集团的总裁。等他交出了股份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。那好吧。林熙然，今天你只要签了股权转让协议书，我就让你们母女俩离开，而且保证不会再找你们任何事情。周浩杰，我算是彻底看清你了。像你这么虚伪的人，我早就不想跟你共事了。你想让我把股权转让给你？好啊，可以，但你必须拿出5000万，否则想都不要想。哼，我就知道你跟着我儿子就是为了钱。5000万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是你儿子自己说的。恒泰马上就要上市了，股票也自然会稳步上升。拿出5000万来买15%的股份，这笔买卖你们怎么算都不会亏。熙然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物质？你别这么叫我嫌恶心。周浩杰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如果你拿不出这个钱的话，我们公司的张总可是很乐意收购，到时候加上我的股份，他的股份可就远远超过你。5000万而已，
等我坐稳恒泰总裁的位置，双熙的妈妈一定会接受我这个女婿。到时候别说是5000万，整个云创都是我的。好，5000万就5000。浩杰，妈，你别管。等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5000万，我们再签合同。希望周总，你可不要出尔反尔。好。原来合同早就准备好了，看来你们早有预谋。我拿钱，你签字，从此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等等，等等，要走也是你们走，恒泰是我女儿一手创办的，凭什么让给你们？你这个人简直得寸进尺！我们已经答应给你5000万了，你还不知足啊？就是，要是没有我哥，你女儿能有这么多股份？熙然啊，你在恒泰待了那么多年，付出了那么多心血，你真的舍得拱手让人吗？我也没办法。傻丫头，你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，妈妈也能给你摘下来。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恒泰。臭外卖员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你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啊！你们两个，给我把他们两个摁住！你敢？什么不敢的？你个小小的外卖员，你收拾简直就是易如反掌。周浩杰，你不是很想让恒泰上市吗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恒泰踢出上市名单？就凭你也能阻止恒泰上市？喂，老李啊，恒泰的上市资料是不是到你那儿了？你帮我拦下来。你在这儿装腔作势给谁看？你以为你拿个破手机装模作样的动2下，我就会害怕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周浩杰打拼这么多年，可不是被吓大的。就你一个小小的外卖员，还能影响上面的决定？我看呀，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。喂，你说什么？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儿子，怎么回事啊？妈，刚刚我的助理给我打电话，恒泰的上市申请被驳回了。怎么可能？不是已经要拍板定论了吗？难道他真是云创总裁？舍希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浩杰，你别担心，上市公司的最终审核一般都会比较严格啊。回头我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肯定没问题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双熙啊，我真佩服你，你演戏演得这么好，不拿奖可惜了。你不是说你是云创总裁的女儿吗？你拿着云创的名声在外面招摇撞骗，你连云创总裁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吗？难道他真的是云创总裁？不可能，林叔叔明明说总裁在国外，再说就算总裁回来了，也不可能是这个外卖员。我看啊，招摇撞骗的是你。所有人都知道恒泰的终审就在这2天，资料被驳回也是很正常的。我看你呀，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罢了。你说是就是吧，不过既然你说你是云创的千金，那你敢不敢给你妈打个电话证明一下？少熙啊，你看要不给丈母娘打个电话吧，刚好我也想跟丈母娘打个招呼。浩杰，我
看他支支吾吾的样子，不会真的是个假千金吧？谁知道呢？给自己妈打个电话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这都不敢。打就打，打就打。浩杰，我妈妈现在在国外，我不想打扰她休息。啊？哼，没有电话就直说，别在这找什么借口。舒心，你不会是真的骗我的吧？儿子，我觉得这人身份可疑，会不会真的是个骗子啊？妈，不能这么随便的下定论。万一她要是总裁的女儿，我们要是把她得罪了，那我们可就彻底的完了。说的也有道理。怎么看啊，这个送外卖的都不像云创总裁。可是这个双熙他不打电话，咱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千金啊？双熙啊，要不就给丈母娘打个电话吧，正好我也想给丈母娘打个招呼。对啊，浩杰，我妈妈在国外，我不想因为这些小事就打扰她休息。再说了，你们在场的谁见过我妈妈？到时候我电话打通了，你们又要说我弄虚作假。确实，云创总裁神秘莫测，咱们谁也没见过他，更别提能认出来他的声音了。可不是嘛，因为一个外卖员的话，让云创总裁自证，传出去多丢人。是不想打，还是不敢打？你心里清楚得很。你心里清楚得很啊！你一个送外卖的，凭什么让我妈妈给你证明身份？你就是凭着这一点，这些年才一直在外面招摇撞骗的吧？没想到我低调生活了这么多年，竟然让你这种小小钻了空子。你一个臭外卖员，把自己卖了都比不上我一个耳环的价钱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给你证明身份？周总，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别把王八当玄武，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双熙啊，既然丈母娘忙，那咱们就给林总助打个电话吧。正好刚刚太忙，没来得及谢谢林总助送来的见面礼啊。是啊，儿媳妇儿，林总助帮总裁送来那么多礼物，刚才我们还没好好谢谢他呢。林叔叔为什么要给浩杰送见面礼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这林总助是云创总裁的一把手，他说的话肯定能信。就是，这林总助一直带总裁出席大大小小的宴会，我见过他好几次了，肯定能认出他的声音。哎，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. 再打呀！浩杰，林叔叔一定是在忙，连打2个电话都没人接。我看啊，这所谓的千金是个冒牌货。就是呀，他要是真的是总裁千金，林总助怎么可能敢不接他的电话？浩杰，林叔叔一定是在忙，不然他不会不接我电话的。难怪之前我说要公布咱俩的身份，你反对强烈，没想到你是真的在骗我呀！我没有。你再三推脱，不肯给总裁打电话，现在又给林总助连打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冒充总裁千金？我就是总裁千金，有什么好冒充的？你们现在听一个臭清洁工乱说话，你们简直可笑至极！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呀？你闭嘴！一个臭送外卖的，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的身份？你说是就是，空口无凭，你也得拿出一些证据啊！对呀，拿出证据。
林叔叔，林叔叔，小希啊，刚刚在开会，不方便接电话，怎么了？林叔叔，我在参加一个订婚宴，有人欺负我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身后是云创集团，谁欺负你，你就还回去，不要傻乎乎不还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林叔叔，您先忙吧。现在谁还敢质疑我的身份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居然可以让林总助帮你说话？哼，你竟然还不承认，双溪就是名副其实的真千金，而你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。双溪啊，我从来都没有怀过你啊。是啊，儿媳妇儿，刚才呀是我有眼无珠，你看你又漂亮又这么有气质，我呀是打心眼里面喜欢你。你呀现在还怀着孩子，可千万不能生气呀！哎呀，你看你站了半天了，已经累了吧？哎，来，快坐！哎呀！浩姐，刚刚我们是不是说让这个臭送外卖的给我跪下来道歉？对，我倒是不知道云创养了你这么个蛀虫，看来是时候给林总助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了。你什么身份也能给林总助打电话？就是啊，你这个臭外卖员怎么能攀得上林总助？我劝你乖乖跪下来，给双溪道歉。你们信不信？林总助的电话马上就会打到我这儿来。林总助的电话马上就会打到我这儿来。说大话呀，也要讲限度。你是什么身份，让林叔叔给你打电话？我什么身份？你个穷酸外卖员，在这装模作样半天了，满嘴胡言乱语，我看你到底要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周浩姐，你给我松手，听到没有？你给我滚！熙然，林总助的电话马上就会打过来，到时候我看你的狐狸尾巴还能不能藏得住。都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，这外卖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都这样了还嘴硬呢？谁说不是呢？之前一直说人家林小姐是假千金，现在人家打电话自证了，她还在这装腔作势。你这个满嘴谎话的女人，你以为在这胡言乱语一番，我们就能信你吗？别开玩笑了。你现在乖乖的给双溪道歉，否则你就别想出这个门。喂，林总，我找您汇报今天的工作。这些都不急，现在立刻马上到杜康大酒店。林总助的电话你敢接吗？我可不是什么人的电话都接。我看你是不敢接吧，怕你假千金的身份被戳穿了。有什么不敢接的？接就接。你算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从哪找个演员就想让我接电话，我可没工夫陪你演戏。哎，嫂子，你可千万别为这种人生气，气坏身体就不值得。坐。这个送外卖的，我差点就被你骗了。小人三的骗我，真以为我们周家是好欺负的，是不是？
周浩杰，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打你妈一个臭外卖员，还要向你报备啊？放开我女儿！放开我女儿！你现在立刻跪下，给双溪道歉，我们就放开他。不要，妈！不，我跪，我跪。林小姐，对不起，刚才都是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。林小姐，刚才是我大言不惭，你别跟我一般计较。你刚刚不是很硬气吗？现在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？你欺人太甚！林总主马上就来了，我看你能想长到什么时候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看我不抽死你！住手！住手！谁敢动林总一下试试？总裁，这个外卖员不会真的是云创总裁吧？林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林总怕是被你们活剥了。啊！是吗？这个外卖员真的是云创总裁？林双溪，林总还出钱资助你，你就是这样报答的？资助？难道林小姐是云创总裁资助的学生？对不起，总裁，我来晚了。林总助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什么时候凭空又出现一个女儿？总裁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小溪她……哦，不，林双溪她一直仗着云创集团狐假虎威。哦，您可能忘了，之前小姐过生日，你说要为她集福，出钱资助了一批学生，这个林双溪就是其中之一。那熙然的生日礼物为什么在她身上？这个，她之前说为了感谢你，主动提出要去别墅里打扫卫生，可能是那个时候偷偷拿走的。我竟不知道，我的背后有这么大一条寄生虫。这些年，他打着集团的名义，没少做坏事吧？这个是我来时路上收集的资料，里面是林双溪在别墅里偷东西的视频，还有周浩杰一家对您实施伤害的监控。现在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林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林总。林小姐，我不该拿您的身份狐假虎威，林小姐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林小姐。当时你欺辱我妈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我们会不会原谅？亲家母，都怪这个女人哄骗了我们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吧。她就是个骗子。别这么叫我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两家退婚。
从此以后再无干系。啊，释然，我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释然。周浩杰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林总助，我累了，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。还有，我要起诉林双熙跟周浩杰一家对我的故意伤害行为。是总裁。对了，撤回林双熙这些年所有的自述，他不配。是。浩杰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浩杰，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浩杰。都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毁了我全家，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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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